我们种菜的时候总是盼望着风调雨顺，因为雨水充足了，菜就会长得特别好，特别的旺盛。但是同时，雨水充足了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烦恼。那么这个新的烦恼是什么呢？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先来看看我们之前8月份移栽过来的菜苗，现在下了几场雨之后，已经长得特别大了。这边是一些芥蓝，还有甘蓝；这边是一些大白菜；这边是油菜心儿，已经摘过好几次了。这些是长得整整齐齐的娃娃菜。这一片是生菜，刚刚也掐了一些叶子。后边是更多的大白菜，还有更多的生菜。看看这些是另外品种的大白菜，长得更大一些。这边这些是第3个品种的大白菜，这种大白菜长得比较高大，都已经有点开始包心儿的意思了。这边是一大片的莴笋，是那种紫叶的莴笋。看看下过雨之后也要开始发力了。看看这是刚刚摘下来的油菜心儿，还有生菜叶，特别的鲜嫩。看看这些是夏天的时候已经收过的西瓜，现在到了秋天了，又开始迸发第2春了。这第2波也还是结了一些不错的瓜的。这一片也是8月份的时候散播密植的豌豆，是我们用来秋天的时候吃豌豆尖儿的。前些日子还挺小的，连续下过几场雨之后，一下子就长高了。像这种再长上1周左右就可以掐豌豆尖儿了。现在回到我们烦恼的部分，看看这一片野草。这一片空地也是下过几场雨之后，野草一下子长高了很多。如果再不除的话，有些都要结种子了。其实菜园除草的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呢，就是每当它长到大概膝盖高的时候，我们就用割草机呀，或者是手持的割草设备啊，给它割掉。这样的话，打掉的草还能变成绿肥，肥沃土壤。如果一旦让它们长了种子，种子成熟了，那就会撒得遍地都是，那个时候就有点太晚了。用手持的割草设备就先把草打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等过一阵子，过2周吧，如果草长起来的话，再割一次。这种把草打短的割草方式要比拔草强很多。一方面它特别的省事儿，因为用机器就可以做了；另一方面就是割掉之后，它后边不容易再长出新的野草了，就是还是原来的这些草，它继续的长，长得就比较慢一些。而且打掉的草因为盖在了原来草的上面，也会导致一部分草被压死枯掉。其实散落的这些草掉到地上枯掉之后，就是很好的堆肥了。这些过道的地方的草也给它打短，需要打得更短一点，这样的话走起路来就不碍事儿了，而且草里边也不会长一些虫子呀，或者是进一些蛇呀、老鼠之类的。虽然是有机器，每次打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看看打完草之后，就是浑身上下都是草屑，脏兮兮的，到处都是。而且万一不小心打到毒草的枝叶之后，溅出来的汁水如果沾到皮肤上，回去有可能会痒好几天，严重的时候还会起泡。说到这个，我就在想，搞有机种植或者是搞这种可再生农业，就是永续农业，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好多人就是会从理论上觉得这些东西特别的高大上，特别的美好，但是其实你如果是真正实践的话，实践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难的，要耗费很高的成本，很多的这种精力和劳动力，才能真正的实现这种第一步就是有机农业吧，然后再上一个台阶就是这种永续农业和可再生农业。这种东西可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一说就可以说出来的，也不是说在键盘上敲一敲就能轻松的实现有机种植或者实现永续农业了。
这些东西真是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投入，最后还未必能做得那么完美。不过我是想，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有机种植了，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我想后边花个2、3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基于永续或者是可再生农业这种理念，把我们的菜园也搞成永续农业或者是可再生农业的那种模式，争取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可再生的生态循环系统。这样的话能够环环相扣，相互支持，互相之间能够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持久的可循环的平衡状态。这样我们的菜园不仅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食物，也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让所有在这个循环体系里边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还有我们自己人类都能够从中获取收益。希望能够通过后边几年的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最后再来看看这些小青菜，几场雨之后也是长得特别的迅速。这些茴香也开始发力的生长了，还有一小片的蒿子杆也马上就进入旺长状态了。还有这些慢慢开始变红的柿子椒，哎呀，我给它摘回去，这个才红了一半，摘回去2个，做个柿子椒炒鸡蛋。这个大冬瓜又是大了一圈，这些地方有点被晒黄了。每次都会在不经意间，在一些角落的地方发现一些惊喜。看看这里边，这儿又发现一个长得特别大的冬瓜，之前都没注意到。还有这些韭菜花，之前已经采过一次了，做了好几瓶的韭菜花酱，还有香菇韭花辣椒酱。现在第2批的又长了这么多。我们是着急要把它全采光，采光之后把这些韭菜割下来，好能够长秋天的新的一茬的韭菜。这个地方是前一阵子粒粒散播的芝麻菜的种子，现在都已经长这么多小菜苗了。这些是我们今年种植的最后的一批西瓜了。来看一下这些地方这种小瓜，基本上每一颗西瓜上面现在都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已经膨大的小瓜了。这种瓜我们预计是9月底就可以成熟了，这样的话到时候9月底和10月初的时候还能有瓜吃。来看看这些小瓜长的，这一个长这么大了，这边是刚才看到的，大小差不多。那边还有那种浅绿色皮的，稍微小一点。这边芝麻菜旁边还有几颗，看看这儿有一个，远处的地方那儿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今年种的佛手瓜，现在也已经开始结瓜，开始收获了。看看是这种带毛刺的佛手瓜，长得还是挺不错的。这还有这种在一起长了3个，这些是大颗的芋头。菠菜也是长得特别鲜嫩。最后一批种在户外的黄瓜也已经开始准备要爬藤了。看这些生姜，现在已经长这么大这么高了，我过几天需要把遮阳网给它接下来了。看看这一批长得是特别高大，特别健壮。看这豆角，虽然叶子被虫子咬了一些，但是产量还不小。这种九粒白刚好是9粒种子，看看2、4、6、8、9。最后再回到萝卜地，这一片是当时散播的萝卜种子，有一些出苗率不是很高的地方，像这些地方就被杂草占据了。像这种就只能抽时间用手动的方式把这些杂草拔一拔了。通常这种草也比较容易处理，一般在这么高的时候轻轻一拔就下来了。其实在播种的时候，如果能够把萝卜种得再密一些，出苗率高一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像这一片，它是能够把草给抑制住的，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额外的除草了。